無人機條例，國民黨、民眾黨、行政院還有林楚英有一個版，但原來說鍾嘉賓有一個版說被丟包，沒有復委哦。那鍾嘉賓好像就是沒有編特別預算，沒有要用年度預算，他編特別預算，5年5500億，沒有預算上限，還跨過立委任期。那為什麼沒有復委呢？那個太誇張了，那個5500億。對啊，那我記得民進黨有人說，我們也會提一個這個不是特別條例的立委會提啊，結果沒有提是吧？沒有，他那個也是特別條例。好吧，無人機特別條例各黨互卡，蔣萬安說我挺無人機產業發展，希望順利通過哦。那到底現在哪一版會通過，還是通通會交付審查，還是要政黨協商？另外呢，這個國民党賴清德濁世今非。賴清德做立委的時候，自己也提過特別條例，一共將框條450億加583億，一個曾文水庫南化水庫的條例，一個呢97年退稅補貼特別條例。哦，反正現在哦，我就是說，因為國民黨也有人提特別條例，因為賴清德說這違法違憲。哦，那你自己當時不是也提嗎？哦，那另外呢，所以聯合報的評論說，只要賴清德不高興，就是違憲。就是剝奪了侵害了行政權，那你自己違憲的時候呢都沒問題哦，所以憲法你跟大法官一樣，你可以解釋啊。那麼另外昨天很特別，台中市政府跟 AIT 聯合舉辦一個談無人機的一個研討會，那古立言特別講說，台灣是有優勢的哦，非常有優勢啊，不管是人才，不管是產業，不管是資金，不管是結構，不管是環境，不管是台美的合作，台灣都非常有優勢，為什麼不發展呢？哦，這無人機是以小博大，提升防禦力最重要的。最好台灣將來天上也是無人機，地上也是無人機，水下也是無人機，水上也是無人機，像蜂巢一樣，無人機像蜜蜂一樣，台灣像個蜂巢，哇，這樣老共就不敢打了。哦，所以古立言昨天啊用這樣的講法呢，來這個呼應啊，希望台灣變成無人機的蜂巢，海空、陸海空無人機更能有效的嚇阻衝突啊。那另外呢？經濟部長龔明鑫說，我們的這個地礦中心啊，就是跟礦有關的，10月要到美國去考察美國的稀土。現在麻煩是你要發展無人機需要稀土，而且這個稀土是重稀土。那美國有稀土，美國是輕稀土，所以到底怎麼辦？哦，這是另外一個問題啊。那這個稀土問題其實蠻大的了哈。所以呢，這個無人機產業就想說，不要喝大陸的奶水了，最好到美國的這個3個州去考察美國的這個稀土到底是怎樣。我們看一下。當說國民黨都在惡意的杯葛你們，如今我們跟着賴清德委員的腳步走，怎麼又說我們在侵害行政權？我想請賴清德委員出來為我們說一句公道話，也請賴清德委員向賴清德總統提出最嚴厲的譴責，可以好好去來思考。跟來檢討民進黨過去的這樣一個主張，尤其是在野黨來檢討我們都沒有意見。過度的政治攻防無端的一個指涉，其實沒有意義啦。好，佩強怎麼樣？你們到底怎麼回事？國民黨、民眾黨。我先解釋一下國民黨。其實兩黨的精神其實很像，就是一方面我們要採購無人機，可是我們更需要做到的是說，採購無人機整體系統。不是只有說買幾架21萬的無人機而已，我們要買的，我們這次的這個版本裡面總共是23條條文，那總共的這個的經費是2400億，分6年常態預算編列。為什麼要年度預算編列？因為我們需要去買的東西很多，而且很精密。我們第一個要買的是最高端的美國 US Blue 認證的美國軍用無人機，因為我們台灣有無人機的技術，但是沒有高端的美國無人機、美國軍用無人機。而我們要買無人機之外，我們還要買什麼？我們還要想辦法去獲得多元化衛星，也就是低軌衛星各方面的事情。我們要想辦法去做所謂的這個unblock。不受干擾的通讯，我們需要不受干擾的通讯系統。對，無人機需要導航。而且我們還要有一個，就是說我們剛剛講到蜂巢聽起來很簡單，可是那個是需要一個系統，那個也是需要一個指揮性系統，那個我們也要想辦法去獲得。而另外一方面，我們還需要做什麼？我們還需要去
做到非紅供應鏈，也就是我們必須在資安系統上面要嚴格審查。所以跟這些加起來之後，我們是整體的這個產業鏈都要下來。而且我們台中有沒有這個能力？有，但是我們需要這個技術。所以那個時候賴世寶委員最近又新提出一個500億的技轉的這個特別條例，是因為說，通常美國的軍事的那個這些技術，他們是不會技轉的。那我們特地表示說，我們決心，我們真的要這些東西。尤其是說，現在美國有6家的 AI 公司，包括安杜里爾，包括有2家，我記得安杜里爾跟 Shell AI 這2家，他們已經在台灣看過了。甚至上次 Palmer Luckey 就是安杜里爾的這個董事長已經來這邊台灣考察過。所以這整加起來就是說，我們希望台中是一個很好的地方，不管可以測試還是說各方面的廠商，那他們有足夠技術去做這方面的事情的時候，那他們需要穩定。6年2400億，不是說6年之後不見得就不編了。可是因為是常態性預算，所以厂商知道有個穩定性東西，而不是一次5年2100億一次發包全部完成。那這些東西你都沒有追，你都沒有監督，你也沒有好好去追去要求他們到位的這些東西的話，那我們的錢又白花了。所以是因為這樣子，我們跟民眾黨，我們兩邊的版本其實精神是一樣的，要買東西之外，產業要落地。與其如果真的有一天不幸發生的話，國防自主，這個無人機我們可以自己造，不是只是去買這些的維修。所以這整體來講，跟民進黨七個條文，然後兩頁7個條文差很多，對，那差很多的。不，基本上錢都是很大的，幾百億、幾千億這種錢哈。那而且無人機基本上因為它進步非常快，跨代的進步非常快。每年去編列的話，其實所以你一下編個6年哈，編個5年多哈，2400億的確。那一下開一個空牌支票了啊！那以後立法院怎麼監督，就都是問題。那民眾黨態度怎樣？我覺得今天總共復委的總共有4個版本。好，台灣民眾黨版本、中國國民黨行政院版，還有林楚茵委員的版本。事實上，台灣民眾黨的提案就一併交付委員會好去做審查跟討論。那跟中國國民黨大致上的方向是相同啊，當然有一點點不一樣。好，台灣民眾党在裡面有提到設置國家無人機產業發展特別委員會，那台灣民眾黨的版本沒有設金額的上限，但是兩黨有一個共同點，就是嚴格的審查與懲罰制度。一來是非紅供應鏈貼牌的問題，二來其實在公開講，就是說為什麼賴清德總統這麼急，你是答應人偌濟物件？這個在未來大家還是要想清楚。在這個節目上，我們曾經就眼睜睜的看着有的綠能的這個過去8年蔡英文時期是綠能大亨，現在搖身一變變成無人機大亨的，有啊，就有啊，一定有，對啊，就啊，所以我覺得基本上哈，就是說台灣民眾黨也好，中國國民黨也好，在防弊機制上面啊，譬如說超過1億元，國民黨有提到說要向立法院提書面報告。那我們是這個詐領的補助或貼牌，這個要處理。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是這樣啊，就是說無人機當然我們都支持啊，好，不會不支持。今天4個版本，我們連林楚茵委員的版本都已經交付復委審查，行政的版本也一樣。但我比較好奇的是，這中間的轉折是新潮流的鍾嘉賓委員哈，他那個5年5500億，然後還跨立委任期的這個哈，這個也許哈，大家把它拉下來是對的啦。好，伊那教育啊，連不可能弄大贏人，弄底去內底啊，那這當然不行啊！你先跟人講好啊，就有那個公司重整之後，為什麼就拿得到中科院的案子？這個才是我們現在比較擔心。至於發展這件事情，我相信我們都支持。老師，我跟你講啊，無人機這件事情啊，是很難得的，藍的、白的、綠的，就差一個紅的，公勢非常高啊，大家都要。因為不死人的，不要人的，而且錢一大堆，而且大家的金額都差不多2500億、2800億，有差嗎？沒有差啊，差在哪裡？差在一個說綠的說只能國防啊，你們藍白的就說也要國防，也要民間啊，還有呢，一個是特別條例，一個是一般條例，那其他呢沒有差別的。我告訴你，這1-2年內，全台灣跟這個無人機有關的公司跟工廠，起碼200家以上。現在已經200家了。哎，起碼7年以後回頭看，像樣的不到10家。這個過程裡頭，我覺得初期啊，應該讓民間自己去發展。啊，這樣滿地都是芽，弄出給你知不知道？那滿地都弄裂哦，那2片葉子啊，然後就長。到了一個階段的時候，政府看到誰行誰不行。這個時候錢才撒下去，要把你這2500億7年後回頭看，通通浪費掉。你要回想，當年
這個台積電為什麼會變成護國神山？政府是怎麼介入的？今天大家都講這個無人機也是護國神山，護個屁呀！我跟你講哈，護國神山的意思就是說大家都想要。每一個國家都非要你的東西不可，而且你這東西只有台灣會，其他不會。沒錯，無人機有這個條件嗎？沒有。現在無人機老共第一，烏克蘭第二，對不對？哦，伊朗第三，美國不曉得排在哪裡。我跟你講，我們怎麼比都比不上。要行銷全世界，沒有這個本事。要從戰爭當中學得經驗，然後日新月異的進步，你也沒有這個條件。狗屁呀、啊！就是看到錢，每一個黨的眼睛都紅起來、大起來。那我來我呀，來我呀，來我呀！啊，7、8檔啊，錢開了啊，大家都沒代誌。我跟你講，老百姓不要背，所有的政黨，不管它什麼顏色，不要給它編掉了，全不能亂花。先試試看。看看哪一家民營的像樣，錢財給他。大佬的真的是很理想性哈，而且呢，我完全同意大佬的想法，但是現實上做不到哈。我那天就已經講過了啊，這個無人機這個條例呢，其實就是美國塞給我們的哈，就是美國塞給我們的。所以說呢，藍、綠、白哈都要，凡是所有的呢要拿總統大選的入場券的政治人物，沒有人敢不接，好，沒有人敢不接，這是第一個。第二個。這個古立言講那個風潮有沒有哈？就是像風潮這個戰略，他這怎麼講都可以啦哈。就是說美國呢之前的時候說台灣要刺蝟，好，然後現在說要風潮，基本上呢就是把台灣呢想象成是一個，因為美國不要管我們了哈，就是說等到如果兩邊發生戰事的話，你自己戰爭自己解決。好，你變成刺蝟的時候，你就要抵擋，好，抵擋大陸的任何的這樣的攻擊。美國還希望我們能夠撐，美國希望我們撐2個月的。風潮也是這個概念哈，我們所有的地上、水面、空中，通通我們就好像有一個當大陸的那個來攻擊的時候，我們就可以這樣子發射攻擊，這都天方夜譚吶。大陸呢有無人機母機耶，有無人機母機，然後它現在呢，它這個展示出來的，它有那個。磁的那個電載的那個平台，啊，就是來發射無人機。所以說呢，我們的無人機的這個條例，它其實分成是2塊嘛，哈，一部分是採購，哈，一部分是產業。對，產業的採購的問題不大，採購的問題最大就是說，為什麼我們買的這麼貴？哈，這個東西的價格要控制。產業的問題很大。今天呢，不是說我們經濟部呢要去找那個什麼重稀土的來源，無人機的製造的很多部分。美國的軍工產業製造無人機都被大陸掐住脖子了，你怎麼弄？他現在呢，美國呢自己跟那個加拿大那邊要建立一個稀土的供應鏈，大概也要花個幾年的時間，它才能夠真正投產哎。所以我們如何的？我們是要從零製造我們自己的無人機嗎？原物料哪裡來？技術哪裡來？然後呢，所有的這些引擎的重要的關鍵，而且我們的製造的無人機的條例，我們這個應該是軍用的無人機吧？那問題就更大了。不，基本上啊，無人機重不重要？重要。你看啊，這個烏克蘭啊，俄羅斯、伊朗，看起来人少死很多了，否則這種戰爭打起來沒有死個幾十萬人哦。當然，他們現在是俄羅斯死130萬，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那現在聽到這什麼是20個、10個，這什麼是戰爭呢？啊，那就是因為無人機哦取代了你戰鬥機有飛機也會死啊，對不對？陸軍更不用說了啊。所以無人機發展本來也就是各國也都在發展了啊。那這個案子我認為是因為民進黨先提出來，當民進黨提出來一個2100億以後呢，國民黨就傻點了。民進黨提出來你不支持，你就是抗中反美。國民黨現在最怕這個什麼親中反美，國民黨最怕親中反美。對，親中反美，我這一代哦，2028不要選了，對，保證不要選了。不要說2028不選，你今年年底的縣市長很多縣市都有問題。民進黨就用這一招，他是抗中保台，他是為台灣好，你是親中也就罷了，對不對？還加這個反美，光親中還不會讓國民黨把政權丟掉，加上一個反美。好了，那國民黨還要選舉嗎？不用選，所以國民黨很怕，所以只好了。民進黨這樣搞了個2100億，我就比你多2400億，你不能說我不要了吧？然後呢，好吧，只是你特別預算，我不是特別預算嘛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反正就是這樣子。所以整個的發展，你仔細看那個脈絡，從1兆2500億到7800億，
到2100億的無人機，到2400無人機，其實就這樣這個脈絡就這樣來的。休息一下再回來。我跟你講，你好，这個沙拉油在搞什麼鬼啊？大家每天都要，好像台灣過幾年就搞個油的問題，過幾年就搞個油的問題，哦，所以現在延燒這個風暴，不是只有那些大的這個公司啊，通路啊，它到哪裡去了？撒下去，通到哪裡去了？哦，市場啊、夜市啊、餐廳啊，什麼都可能有啊。哦，不是只有什麼泰山啊、福壽、福茂，因為他們是大的公司，還比較好追蹤。哦，所以他們有18款的產品。預防性下架，所以預防性說，哎呀，現在還沒有，一次還沒有造成災禍了哈。那它這次主要的就是那個叫做苯酰比超過四倍，而且當時還說是中聯油脂自己去檢驗出來，後來立委說不是啊，哦，是南橋在下游自我檢查出來的，什麼你自己檢查出來的，這個有什麼好講這個假話的呢？我也不懂啊，哦。而且呢，新北有32個學校午餐也都吃下肚子了。哦，當然了，說實話了，只要量不是到那個量，應該還好了，反正都是一個量的問題了。但是，哎，如果沒有查出來，不是每天在吃嗎？對不對？所以呢，台北是有22校也曾經使用過。哦，那另外呢，有1300噸，各位，一噸是1000公斤呢，1300噸已經賣了2個多月了。所以現在回收多少？6.7噸，一天在6.7噸，就9牛1毛嘛，對不對？所以怎麼辦？有總量1300噸，哦，然後呢，福茂去了588噸，福壽去了421噸，泰山去了291噸，那剩下的呢，到哪裡去？哦，那另外呢，說到底哪些食品？民進黨委員說，你只公布下游煤炭不夠啊，還有變成食品的也有，做成食品也有啊。所以這個油真的時候，那個油真的一下去以後，到處都是，真的都是哈。所以不只是這個所謂這個苯酰比，連呢還有3種也超標哦，3項多環芳香精也超標哦。那說因為呢下游的南橋自主送驗才查出這個數據異常，否則我還不知道呢。哦，那所以就問說，這次是南橋擋住致癌油，下次誰來救食安？下次都要碰運氣啊！而且中間過程這麼多年，我們吃的其他有沒有問題，我都很懷疑啊！而且你現在政府單位經常說委外檢驗，你自己不能檢驗，都委外檢驗，看一下。冷藏庫把可能受到波及的產品先自行下架，連食品大廠卜蜂都受害，被捲入了沙拉油風暴。相關的油品成品生成產品大約有2噸，涵蓋意大利麵、炒麵、醃製品，還有鮮食系列，得自行封存。相關食品雖然沒有一階的產品，但本公司基於最高規格的處理方式。我們會採取所謂是在市面上採取預防性的下架。工廠內的庫存要等檢驗結果出爐，也不排除直接銷毀。另外一家食品廠華南使用福茂大豆沙拉油原料9000公斤製成的產品都銷往國外，現場封存6049罐。至於金福華是使用泰山的油品製成的沙茶醬、豆瓣醬等調味產品，也沒有庫存原料，通知下架。但不止他們受到牽連，王品、聯華、廣達香、桂冠、美食家、卜蜂，還有貴族世家等品牌，通通被點名。貴族世家也給出回應，說4月進口福壽的沙拉油，7月1號接獲上游供應商通報之後，絕大多數在5月就用完，極少數門市還有，但全數停用，完成封存。桂冠則是在7月3號起主動回收桂冠原味沙拉，100克、200克、500克可以接受退費或者是換貨。至於聯華食品2款的飯糰受到影響下架回收，但強調休閒食品、零食都沒有用到大豆沙拉油。老協珍有一款米漢堡批次中招，2067盒出貨到通路回收，544盒並沒有出貨。金華酒店則表示，涉及相關的批號跟用品曾經用在員工餐廳。王品集團也發聲明，受影響的是青花椒的青麻椒鍋底還有沙茶醬。被點名的路易莎只強調，部分使用該批次的油品制作的產品經統一銷毀。至於爭鮮則說，在門市相關庫存都沒有被公告的相關油品。這回大豆沙拉油風波越滾越大，食安疑慮還在燒。好，老沈，沈醫生怎麼看？我簡短講一下，因為我也不太懂哈。那我講3點啊，就是說大家不要害怕
因為這個大概也沒有吃很久了，也沒有吃很多了，而且是致癌物，就是說這個東西會你在動物實驗上會產生 cancer， 但是絕對沒有人的實驗說這個人因為吃了這個已經生 cancer， 我保證全世界沒有這樣的實驗，所以你不用擔心嘛。第一點，第二點呢，我建議政府，尤其是衛福部應該要嘉獎這個南橋，因為南橋它舉發了嘛，它擋住了，它不管它怎麼樣，反正是有功勞。第三點呢，不能放過中聯這家源頭的公司，你要去看看它的油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，在什麼時候加進這個致癌的東西，還是源頭进口的時候就已經有這個東西了，而且要追究到底，要他賠償到底。就算因為這樣中聯公司因而倒閉，我覺得我們應該都在所不惜。6月11號，南橋它是下游自行檢驗，發現異常，通知中聯。我不懂，6月10號到29號，18天以後，中聯當然中間中聯找第三方檢驗以後，29號經過18天確認超標，需要18天嗎？然後呢，第二天通知了這個通報了食藥署，通報食藥。那宇軒怎麼樣？高雄也很多這個食品業啊。我覺得這個時間序，我們把它整個統整一下。我大致上看了報道，大概是4月就送检發生致癌物，所以它其實就4月就有問題。然後呢是在南橋把它送第三方檢驗，所以大概在6月爆發。所以目前為什麼會一直追溯很多的食品，是因為油在我們生活中真的是非常密切在用的生活用品，比如說大家想到的刚才講的沙拉醬，但是想不到豆瓣醬、沙茶醬，你所有用的醬料，它的基底基本上都是大豆沙拉油。所以對於這件事情，到底4月跟6月中間的空窗期，我覺得這也是衛福部可能自己要去思考的。當業者如果檢驗有問題，是否要立即，基本上是24小時內要通報，但是會有一個第三方檢驗的時間，為什麼拖到了這1-2個月？我覺得這點要去追究的。那第二個就是後續對於它的下游一些衍生的商品的追回，以及很多民眾開始也許會有恐慌啊，要退貨等等的，先來安民心哦。那接下來就是針對比如說後續面對油品，我們是不是要逐批檢驗？因為目前似乎是沒有逐批檢驗，但是出了這個事情之後，是否要進行逐批檢驗？然後針對這些廠商的比如說例行的出貨的這些檢驗的頻率要增強，我覺得這點是可以去彌補的。但是呢，我們可以看到這些是業者自主。我們衛福部的角色呢，是變得好像是後知後覺，但是其實當你4月在檢驗的時候，是沒有通報，還是漏了通報，還是這個機制要去補強？我想這是後續我們要去追究的。因為他3月的時候說第一季的送檢油品都合格。來，佳宇。我們現在对油品的稽查，第一個是業者自主管理，第二個就是第三方的這個公正驗證機構，第三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政府的去抽檢抽查。結果現在呢，第三方驗證機構跟我們說這個油品是合格的，大家當然都會相信啊。可是南橋他竟然自主管理，主動再去送驗一次，才發現這個油品有問題。所以大家說，今天如果不是南橋的話，這個油大家已經都吃下肚了，確實已經吃下肚。這1300公噸，你說完全無法回收了，因為包括很多知名的這些餐廳包括貴族世家等等，全部都用完了，根本沒辦法回收。而且你以前以為說你去夜市什麼才會去吃到，沒有，現在連大廠牌剛剛講的這些沙拉油，我們夏天會吃涼筍，都一定要配這些沙拉醬，配這些美乃滋，全部都有這些油在裡面，所以是幾乎每個人都中標了。剛剛講連飯糰都有，所以你說叫民眾如何安心？所謂的食安5環到底在哪裡？所以今天政府如果不多用點心在這裡，這樣的事情還會一再的發生。那如果連第三方驗證機構所驗證的東西都不能相信，那我們還要相信什麼？更何況現在食藥署在忙什麼事後藥啊，是不是要開處方箋才能取得等等，引起很大的爭議。大家就問你，食藥署沒有更重要的事要做嗎？就是這件事情，食安的問題永遠是應該擺在第一位，大家最關心的。你正事不做，去搞一些亂七八糟的，大家就會覺得說，政府應該把重心放在人民最關心的事情上，就是食安的問題。休息一下再回來。